to wafer soul is catch up the tempo to show. You'll find the weight is swaying, swaying the beauty swing, crying like a light and rain, a stirring and dramatic wind, wearing a masked thing belongs to Halloween. They are crazy. Okay, alright. You can hear the texture full of charming. You can feel the kind of mood. Come to the bed about defending beauty. Find a place to sit down. Feel the basic rhythm and just your pitch. Prepare yourself a dream. She wants to win. 检察同志，他车开得快得很，我当时呢有点犯困，就点了一根烟，危险危险啊！然后他就从那边开过来，然后我就打方向盘就躲了，来不及了。往后退，他肯定超速。好了好了，快，别看了别看了。先生，先生，能听我说话吗？先生，先生，要保持呼吸，先生。 医生，他怎么样了？没有生命危险，就是头部受到震荡，需要住院观察一下，现在还没清醒呢。那什么时候能醒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如果是一般震荡的话，半小时、1小时也就醒了；如果有颅内损伤的话，时间就不能确定。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密切观察的。哦，谢谢，辛苦了。不用谢，应该的。 主编，我买了粥，您喝一点。我不饿，不饿也要吃。您看您眼睛都熬红了。也坐吧。 回去吃吧。有咩嘅，我再同你哋聯絡啦。我會噶啦。拜拜。主编，您打完电话了？怎么样？ 尚总说的对，我的确是轻敌了。陈开怡比我想象中强得多了。总部的通知都收到了吧？
我临时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态度。毕竟我现在也是协调小组的副组长，职责所在。躲是躲不掉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盛庄的情况是什么？风雨飘摇，人心涣散。而且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之下，又有那么重大的人事变动，哎呀，不能再装鸵鸟了吧，各位，说话！你那么爱说，你就是一个人说完就好了。老罗啊，赶紧开完赶紧散吧，我还得去医院看老向呢。你以为我想开，我也是没有办法。肖红雪人家一夜没睡，现在还在医院陪床呢。那谁知道总部在这个时候突然通知，要任命陈开怡为盛庄集团总部出版人兼主编。肖红雪怎么开这个会呀？啊，秦敏又不在，陈主编又在休年假。总部呢，又让我们各个部门拿出未来的所有整改方案，配合陈主编上任，我也没有办法呀。有什么可整改的？全部恢复到肖红雪来之前的样子不就行了吗？反正我们公关部是没什么可改的。倒是老严，哎，你专题组人都走光了吧？没人怎么改啊？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秦明姐找回来，然后把那些编辑都赶紧找回来。哎，这个我赞成，至少秦明得赶回来。哎，说句话啊，不要总在那边装酷好不好？哦，就是能不能快点？我等会有个选题会。哦，就你有事，就你有部门。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说话了，呛起来没完没了。我呢，现在就在琢磨一个问题。哎，你们说这陈魔头到底做了什么？他都要跳槽去别的公司了，短短几日功夫，摇身一变回来就成了出版人兼主编。这，我要说一句特别土鳖的实诚话，这也太不科学了吧！哎，马丽，你天天跟开一在一起，你肯定知道他到底怎么赢得向霆锋和萧红雪。主编那个位置本来就是开怡的嘛，那之前是总部的人脑子坏喽，现在总部那帮人的脑子被修好了，当然要改主意了。哎，你这就没意思了啊！陆彬彬，你总知道点什么吧？不好意思打扰各位老师，严头，我们在开会，你能不能推迟一点？丽娜，他们都到了是吧？我马上过来啊。那个严头，外边有一个人说要找您，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要说。谁啊？老头，我们来啦！来了啊！啊！我是一个老派的人，子琪是我半个女儿，头一次见面，一点见面礼总是要的。谢谢老头，讲究啊！拿着。谢谢。你是严凯？是。在下顾明山，姓惠，比我想象的要高一些，也挺帅的，颜值不错。我恐怕没心情跟你聊这些闲天吧。你爸比你强。来吧，先坐，有什么话坐下说。越是着急的事情啊，越要慢慢说。
你爸没教过你这些吗？我不认为他有任何资格指导我的人生。你们严家亿万身家，全是你爸爸赚的，可到头来却得不到儿子的尊重。人呐，这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啊！顾先生，能见到您，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乔治的死是吧？乔治是中了向霆锋设的局，但抑郁症才是他真正的死因。时代在发展，潮流在前进，而每当到一个拐点的时候，都会有一批殉葬品。林乔治就是这个殉葬品。但是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有理想。问题说清楚了吗？几句话的事了。抑郁症要了他的命。向霆锋设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那咱们以后再说。我现在有一件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我想见你，就是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你对子琪的感情的。希望你能诚实回答我。对您，我没有任何不诚实的必要。坦白和您说，我对感情比较迟钝。这件事情我没有花太多心思去考虑。子琪对你很用心，他要收购盛庄，甚至收购盛庄完全是为了你。这件事情很麻烦，因为现在陈开怡设了局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也就是你对子琪的感情到底有多深。顾先生，我其实不需要他为我做任何事儿，而且我认为遗憾就是遗憾，不会改头换面变成珍贵。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很爱他。哎呀，好了，不要再聊下去了，把他为难死了。再这么聊下去，你们俩过算了。好，不聊了，喝着。夏总，开怡来看你啊。医生怎么说？还需要观测。怎么会这么突然？总部的通知我已经收到了，恭喜你，出版人。你知道，我来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已经不重要了，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我们是一块吃过巧克力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怎么做到的？做到什么？一切。这是你们盛庄这本杂志，本来满满的一杯水，现在只剩下1/4了。财务报表是一年比一年难看呐。
就连法国品牌方的那帮老狐狸，也只能给这本杂志估值3700万。向霆锋要把它卖掉，他的做法是拿个盖子把它盖起来，打包卖掉。这笔生意如果谈成了的话，向霆锋可以净赚1000万。可陈开怡只用了一招，就全给他破坏了。他是不是找了一个能出更高价的买家呢？原来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他太聪明了。首先，他要往这杯子里加水。他带着安东尼到金港找了那家互联网公司，并不是要让人家把杯子买走，而是要让人家跟他一起往杯子里边加水。老头，你不要再绕了，你一会儿杯子一会儿水的，我们俩又不是傻子，我们能听懂就直接说吧。我做筹融资的朋友跟我说了全过程，他们是这么做的：首先把盛装的品牌从法国总部拆分出来，由一家中国公司控股，成立一家刊物。互联网公司再出资1.2个亿，买断这家公司的60%的股份。这个刊物还叫盛装，因为盛装最值钱的就是这个品牌，因为它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还是找了个新的买家吗？不，你还是没明白。你想想，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出资1.2个亿，而只买了60%股份呢？1.2亿换盛装60%的股权，安东尼不会拒绝的。盛装品牌对于法国总部来说已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关键是那一家互联网公司愿意给那么多钱去买一本法国杂志的品牌经营权，因为盛装这个品牌值这个价钱。我们都知道，投资盛装的互联网公司最核心的产品是线上购物。奢侈品消费主要集中3个渠道：线下实体店、海外旅游、海外代购。那么未来呢？未来一定是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时代，奢侈品也不会例外。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他们是财富新贵，他们有钱，但他们有的都只是 new money。想要进入奢侈品消费领域，就一定要进入时尚行业；想要进入时尚行业，就必须要有个体面的身份。盛装就是我给他们的身份。但是光有身份和面子还不行，还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会改造盛装，我会让盛装和新媒体深度结合，形成新的媒体矩阵。老牌杂志用来做品牌，基于这个品牌所产生的各种新媒体载体，他们的使命就是与网上购物深度结合，刺激不同网络端的时尚消费。说白了，新媒体的宿命，直接指向的就是消费。所以，盛装一定要掌握时尚新媒体的话语权，在通过新媒体输出价值的同时，也要通过新媒体吸收更多的广告投放。我们以前做传统媒体，是要与不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共舞，但现在很明显，我们一定要学会与资本和商业共舞。所以现在盛装又是一杯满满的新茶呀，清香四溢，溢出来的全是资本的味道。资本着力，只要有利润的味道，都会趋之若鹜。那为什么陈开怡就能做到这些呢？凭什么他想让杂志怎么赚钱，杂志就怎么赚钱啊？
因为他是陈开义啊。你这么欣赏陈开怡呢？啊？他在你心里什么位置啊？没，你是不是喜欢陈开怡？不是，对不对？好了。现在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如果陈开怡只是为了钱，他本可以和向霆锋是坐在一条船上的人呢。向霆锋也没有必要布这样的局，他跟陈开怡合作，本可以赚更多的钱。我是真的不相信陈开义做这一切只是为了钱。你就是喜欢陈开怡。嚯！在盛庄里面，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你，是因为把你当成一种精神象征。如果他们知道你做这么多只不过是为了在资本世界生存下去，他们肯定会很失望。是的，我知道。你毫无歉意。一个人阻挡不了一个时代，阻挡时代的努力，与其说是勇敢，其实更接近自负。谢谢你和我说这么多。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一个 offer， 我想请你做我的副主编。你这个 offer 算是什么意思呢？算是在可怜我、报复我？不，是邀请你。谢谢。我刚才已经想通，我本来已经放弃跟你斗，准备回香港。我不是因为你，我是因为向霆锋。我不喜欢规则不明朗、不清晰的对抗。但是现在你已经把擂台和优势规则都说清楚了，所以我会留下来，就像你和尚说的那句话，我会跟你开战，而且我一定不会输。好，我等你。既然陈开怡那么厉害，那我们收购盛庄就是一场很硬的硬战了。你为什么这么想收购盛庄？我跟你说了很多回了，因为你啊。我不想当盛庄的主编，我说了，我只是想做好自己的选题。可是你每一次说起盛庄的时候，你眼睛里都有光，我很喜欢那个光啊。如果让别人搞的话，你就会失去那道光；不让别人搞坏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来搞。老头。总监们好，老向了，在病房里。陈主编来了。他怎么来了？我刚说他的。不至于，图个气氛嘛。聊好了。你觉得呢？聊好了。那就聊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是朋友，冰释前嫌，握手言和，相逢一笑泯恩仇。
陈主编，有事？对，说。您已经赢了，大获全胜，请不要再为难肖主编。什么意思？他是一个好人，你们应该是朋友，不应该是对手。那我们先走了。谢谢，谢谢你。主编，你一定要多找时间休息哦，反正他一时半会也醒不过来。这话说的不会聊天。我怎么不会聊天？我是想让主编多休息。我明白的，谢谢。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们说啊。肖主编注意休息啊。公事的事情要麻烦你们了。哦，对，主编，说到这个，我刚好有事情要跟你说啊，就是上一次在办公室里面我们聊。肖总，保重身体啊！我也先走了。那是我们的毕业照，有我，有你父亲，真快呀，一晃儿。那个时候，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个时候，面临着分配。大家伙心里边都惴惴不安，茫茫大时代，何去何从，心里都没底。唯有你母亲，一点小事就能把她逗得哈哈大笑。现在想起来，你母亲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包括嫁给我父亲吗？你父亲这个人，大街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没照顾好你妈。可是我妈病重的时候，我爸不也什么都没做，陪在我妈身边？要不是因为这样，你以为我会原谅他吗？我会饶得了他吗？能和你母亲生活在一起，那是一个人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好，没事，没事，没事。老头，你别去了瑞士好不好？我每天都来陪你，行吗？我那边都安排好了。一个人能在自己有意识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那也算是一件幸运的事。我的安息之地我已经埋下来了，很美。那你一个人在那儿不孤独吗？活着都孤独了一辈子了，死了还怕孤独吗？老头，
哎，主编好，主编好，有人钱，你多大了呀？有点辛苦了。来，烟头。哦，都在呢。行，没问题。好嘞。烟头暂时回不来，选题会让我来主持，咱们先开。那欣姐，我问个问题，你和古华还辞职吗？我们答应了烟头，做完最后这期杂志再走。先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选题：如何优雅的告别，告别一份工作，告别一位亲人，一个朋友，告别一段爱情，一座城市。所以这次我们打算用告别之书来做主标题，融合多种表达材质，拼接出整个专题。欣姐，什么是表达材质啊？我们以前的专题通常用的2种组稿方式，一是邀请作者撰稿，二是我们采访用 Q&A 的方式来呈现。但是我跟古欢聊过，我们发现告别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语境情境来说，它的意义很不一样。有的告别需要说出来，有的告别人们不愿意说出来。所以这次我们打算用更多元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现在接触下来，已经有了几组形式，正好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位武汉的女作家，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书信的照片，是她和丈夫近10年的通信，直到她丈夫去世。对她而言，所有的书信都是告别的一部分，组合起来就是一场横贯半生的漫长告别。还有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她给我提供了2串特别的数字，这2串数字很理性，其中呢，一个是她曾经的资产，不过一场商界风暴将一切归零；另外一串是还在不断刷新的里程数字。现在她是一位专车司机，对她而言，不断刷新的里程是对生活的一往无前，还有对过去生活渐行渐远的告别。我们还找到了最近成功转型的一位女导演，她以前是做演员的。她给我的材质我特别喜欢，她给了我10支她用过的口红，这10支口红呢，每一支都代表了她曾经饰演过的一个角色。直到她当上导演的第1天，她为自己精心挑选了1支口红。她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大家都知道，我跟古欢最近在做2手时尚指南的公众号，经营这个公众号给了我很多新的经验。以前我们做杂志，都要求编辑退到幕后，把舞台让给撰稿人、摄影师、被采访对象。但是做这个账号，我发现现在的读者，他们更希望看到我们站到台前。他们想看到的不光是资讯和信息，更多的是故事、人物。包括编辑本人的故事和基本人设。所以，这次告别之书，我打算让所有编辑在杂志里集体亮相。亮相，那就是要拍我们吗？对啊，就是拍我们啊。那个专题组啊，所有人都要集体露出。那我们也不是明星，也不是偶像，我们啥也不是啊。那即便是最平常、最普通的人，他也会经历告别。我要求你们每个人给我一个选题啊，关于你们自己的选题。我说说我的吧。如何优雅地告别一段糟糕的婚姻？我会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出镜，拍我们俩在一起玩的画面。对我来说，爱我的孩子。就是我告别这段婚姻最好的方式。李娜，这个选题你也要参加啊？啊？
我就是一个流程编辑。流程编辑又怎么了？你愿不愿意参加嘛？愿意啊。可是，咱们这种形式从来没操作过，那岩头那边能同意吗？哎，烟头，烟头，我同意。赵鑫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告别之书，就是2月刊的封面故事。你们的所有操作方法我都同意，但是我有个建议。2月刊是盛装初刊的第100期，乔治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看到这第100期。我要求以专门的内容，以盛装的名义，好好的、郑重的跟乔治做一次告别。这是一本杂志和一个人之间的告别。我认为，只有经历这次告别，盛装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也会真正的接受，再也没有乔治的未来。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刚才我收到一条信息，是亚楠发给我的。亚楠？昨天我把这个选题的计划也发给了他，我以为他不会理我，就在刚才他回复我了。他回什么了？他说，这就是他的告别。再见。行，那雷总，今天先这样。好啊，行，儿子再见。林老师，对，再见。哎，再见。送你的。你怎么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人。我故意的，就是想趁着人多。就不怕了？我本来也不怕，只是觉得还不到时候。你呢？你怕吗？我。我恐怕还是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有女朋友了。Vivian， 恭喜。别着急，前面已经在路上了，现在有些塞车啊。
你最近怎么都不讲粤语了？我说粤语的时候呢，你又批评我；现在我说普通话，你又问我为什么。你这个人真的很难搞哎。本来就是个很难搞的人。嘿，查出来了。查什么？那个维维安呢？你在查他？拜托，我总得知道是谁抢了你男朋友吧？你不想知道？完全没兴趣。梦幻般浪漫，迷途能返，烟花般绚烂，原地打转。被什么吸引？为什么所乱？一颗心不安，缱绻辗转。星星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庆幸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